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卡皮君。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神奇宝贝里的君莎小姐吧。君莎小姐是神奇宝贝世界里的警察，在大家心目中，君莎小姐都是十分严肃正经的。然而名字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今天卡皮要介绍的这两位君莎小姐可就有点特别了。第一位名侦探君莎，大家好，我是君莎。虽然看起来我是警察，实际上我也确实是名警察。但是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那就是名侦探。我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，在接到这个小孩报案之前，我已经破获了25起案件了，这是第26起，我很兴奋。在得知这个小孩的蛋被偷了之后，我脑海里迅速做出了各种猜想。所以我在这个小男孩无意识的提示下，我猜测可能是吉利蛋误把小智的蛋当成自己的蛋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个猜想随后就排除了。沿着蛋这个讯息，我又在森林里展开了仔细的搜索，但是依然没有任何进展。这个时候我意识到，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民事案件，而是刑事案件。既然是刑事案件，那么自然要回到案发现场，门窗紧闭，房门也没有任何撬开的痕迹，这是典型的密室案件啊！但是对于我这个老司机来说，这没有任何难度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凶手就是他。虽然他的同伴肯定会感到很惊讶，但是事实的真相总是残酷的。他犯罪的动机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他的同伴手里都有着蛋，而他却没有。在嫉妒心的催使下，他伸出了魔爪。多么完美的推理！这些年我不知道处理多少这样的案件了。然而这个时候，乔伊小姐却发现了后门有着被撬的痕迹，这看来罪犯应该就不是她了。但是作为一位名侦探，我必须保持淡定。我决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用科学的方式来办案了。通过剑子棉的绝招，犯罪嫌疑人的脚印和画像终于确认了。虽然过程有点曲折，但是已经知道犯罪嫌疑人就是火箭队了。可是，在追捕他们的路上，我们却意外发现了那颗所丢失的蛋。虽然看到这个小男孩找到了蛋，我很高兴，但是为什么蛋却在蛋奴的手里？为什么？在几秒内，我的大脑又迅速做出了各种假设。So ga， 绝对是这样的。火箭队在偷走蛋之后，碰巧遇到了戴龙，机智的戴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善类，于是就把蛋给抢了过来。绝对是这样的，完美的解释。总的来说，这起案件真是复杂到如果我不出马，完全就解决不了。哈哈，我实在是太厉害了。然而事情的真相是，火箭队想去偷蛋，波克比用瞬间移动把蛋给转移走了。刚好就被戴龙捡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第二位，狂野君莎，正如她的名字一样，这位君莎小姐有点狂野哦。她的武器是一颗重16磅的金属球，遇到犯人时直接扔球，一招就能让他们直接失去战斗能力。另外，她扔出去的球还会转弯，这就有点厉害了。相比其他的君莎小姐，这位君莎小姐就有点不正经了。为了抓住火箭队，她让小智火做诱饵，结果被上司发现，痛骂了一顿。虽然表面上她很诚恳地在接受批评，但其实她戴了一副耳机，所以根本听不到上司在说什么。在立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他先是表示自己不喜欢张扬，但下一秒身体就很诚实地动了起来。在看到小智的皮卡丘时，他直言这皮卡丘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啊，为什么火箭队要抓住这皮卡丘啊？结果下一刻就被电成了傻妞。顺带说一句，这位君莎小姐不是神奥地区的，而是从关东地区调过来的。这件事情结束后，这位君莎小姐又被调去了其他地方，这不就是变相的降职吗？果然是不受领导待见啊！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，咱们下期见啦！